你有注意到前阵子 YouTube 上面的热门影片全部都被妈祖绕境洗版了吗？你有好奇过为什么一座妈祖庙的妈祖要每年都走这个300多公里到另外一间妈祖庙之后再走回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妈祖文化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妈祖原本是中国沿海的地方信仰，专门守护出海人。但是在施琅还有康熙皇帝的推广之下，早在300年前台湾妈祖庙的数量就已经比全中国的妈祖庙还要多了。而且台湾的妈祖守备范围也不仅是在海上，不管是身体有任何的跌打损伤住院昏迷、工作不顺、家庭失和，全部你想要祈求的事情都可以找妈祖。尤其每年的农历3月适逢妈祖生日，全台各地都在3月封妈祖。Discovery 呢，甚至还把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跟麦加朝圣、梵蒂冈耶稣弥撒一起并列为世界3大宗教活动。不止外国人会慕名跑来朝圣，本土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像是镇澜宫董事长严清标就表示，今年大甲妈祖参与人数是37年来最多，超过200万。而苗栗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报名人数也快速的翻身，狂破纪录。3月封妈祖到底是在封些什么？为什么会越来越夯？女神为什么要出门绕境？2大绕境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这是我的第一杯。话说，你知道吗？人一天要喝8杯水的说法很可能是一场误会。根据 BBC 的报道，这个说法应该是来自于1974年一本叫做《健康好营养》的书，里面建议说成年人平均每天要饮用6到8杯的液体，但这其实呢还包含了食物的摄取、饮料甚至是啤酒。不过根据最近的研究，一天8杯水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太多了，喝太多其实对于身体并没有好处。不过喝水量虽然因人而异但是喝水的品质对每个人都一样重要。像 Brita 这个2024年全新升级的 Maxtra Pro 滤芯呢，4重过滤给你4倍的极净升级，自来水也可以直接生饮，而且滤水量呢也激升50%，每公升呢花费不到3元安心又划算。目前还可以搭配全新的玻璃滤水壶、象牙木高价 Flow 滤水箱、Model One 瞬热开饮机，满足你不同的需求。赶快点击下面的入手优惠组合，安心喝好水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台湾到处都有妈祖庙，到底哪一间妈祖庙才是本尊，或者说哪间的神力最强？要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可能需要先解释分灵的概念。所谓分灵的意思呢，是说每当一个地方要新盖一间庙，或是呢有人想要在自己家里面供奉某一尊神明的时候，他要先到历史悠久、神机灵验的大庙去求取神明的灵力。而在经过特殊的仪式之后，新的神像就可以被视为祖庙神明的分身，具有相近的灵力。但原则上这些分身每年都要透过业祖割火，也就是重新回到祖庙拜见祖先，分取香火，维持它的灵力。所以某种程度上面呢，进香就有点像是在帮神明充电。传统社会上面呢，这个仪式非常重要，大家甚至会集结整个村庄的力量，让保佑家园的神明可以确实的充电。而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认为越早盖、越早开始祭祀某神明的庙，神力越强。所以妈祖出生地的中国梅州天后宫就是所谓的祖庙。如果各地的妈祖庙都能够去那里进香，当然是最好的。但台湾要过去还要渡海实在不太方便，所以大甲镇澜宫呢，曾经有70几年的时间，每年都是去北港朝天宫进香，一直到1988年才改变。所以镇澜宫的妈祖灵力比较差吗？还是说呢，它是朝天宫分灵出去的呢？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因为进香这个行动呢，确实隐含一定程度的上下关系，而这就很容易点燃妈祖庙之间的战争。为什么妈祖庙们要吵架？简单来说，就是要抢信徒啦。毕竟台湾不大，庙又多，信徒的来源一定容易重叠。那为了抢信徒大家可能会争说谁的风水地理最灵验，谁盖的比较早，谁跟梅州祖庙更有渊源，过去有没有特殊的事迹或者是阵章。比如呢，由施琅或郑成功盖的，或是他们部队带来的神像，某朝皇帝敕封的这个庙等等等就是很加分的资历。对，没错，为了抢人呢，妈祖庙们还要比履历。那妈祖庙之间呢，另外一个常见争论呢，就是谁的地位比较高，谁比较上游。理论上甲庙呢跑去乙庙进香义火，通常呢代表乙庙的地位比较高，或代表乙庙呢是甲庙的母庙，乙庙呢有更强的灵力。那刚刚说到，原本大甲镇澜宫呢每年都会到北港朝天宫进香，但是1988年开始镇澜宫改变，就是因为呢他觉得自己的地位提升了。
根据学者黄美英的采访记录呢，日治时代以前，大甲妈祖每30年都会前往湄洲祖庙进香，但后来台中大安港呢，因为淤积严重，机能衰退，被日本政府废港，而且呢，这个日本政府也想要在台湾推行去中国化，所以鼓励妈祖庙们改去北港朝天宫取香。所以从1914年开始呢，镇澜宫就往北港朝天宫进香。不过从1988年开始，大甲镇澜宫天上圣母往北港义香活动就改成了大甲镇澜宫天上圣母绕境进香，所有镇头的标志啊、旗帜等等呢都全面的更替，进香的终点也改成了嘉义新港的奉天宫。那为什么镇澜宫要跟朝天宫断开连结呢？当时的镇澜宫认为因为媒体长期都用大甲妈祖回娘家来报道，让信众以为大甲妈祖呢是北港朝天宫的分灵子庙，但这并没有文献记录能够证明。而另外一方面呢，1987年台湾终于解严跟中国之间的旅游禁令松绑，镇澜宫呢就很快的透过各种方式，从湄洲祖庙直接迎回一尊妈祖神像，大幅的提升自己在台湾妈祖庙中的地位。而在1988年以后，他们每年也都会到湄洲夜祖，强化自己的正统性。不过，虽然大甲妈的人气持续的旺盛但这几年呢，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强劲的挑战者——白沙屯妈祖。相对于大甲镇澜宫呢，苗栗白沙屯的拱天宫一直以来都是去北港朝天宫进香，没有变过。那根据当地耆老的口述访谈白沙屯妈祖呢往北港进香的历史，早在19世纪建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不过白沙屯妈祖并不是从北港分灵来的，所以两者呢并不是母子或者是主从的关系，而是平等的交流。但为什么要去朝天宫进香呢？比较一般的说法是，数百年来北港朝天宫的香火都非常鼎盛，所以白沙屯妈祖自然要去交流一下，让自己的香火更加的昌盛。不过有些信徒更津津乐道的可能是换错妈祖的乡野传说，比如现在白沙屯的妈祖像呢原本就是北港的妈祖像，所以每年回北港也很合理。那不管怎么样跟很多妈祖庙相比呢，目前白沙屯的进香活动都非常的独树一格。第一个特点是，现在很多的庙宇呢都改用更便利的交通方式来进香了，像是镇澜宫或者是拱天宫这样子还坚持徒步的已经不多，尤其白沙屯走400公里还是全台最长的。再来，白沙屯进香的进香路径跟期程呢，全部都有妈祖本神指引，让人完全无法事先预料。就算呢要走到这个浊水溪或是医院都不意外。那如果走到医院医疗人员也会出来接驾。而且白沙屯妈祖的速度飞快，曾经有过30多小时就抵达北港的超速记录。再加上呢，它的这个銮轿顶端会覆盖一层粉红色的这个薄帆布，所以信徒呢会昵称粉红超跑或者是粉红法拉利。刚刚我们说到，镇澜宫董事长严清标表示，今年大甲妈祖进香的参与人数突破了37年来的新高。而白沙屯当地的居民也说，拱天宫进香的报名人数正在不断的翻倍，近年也已经超过了10万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首先是庙方的努力，在活动开始之前呢，大甲镇澜宫会事先的公布绕境的各种资讯，详细的路线行程路线临近车站等等，而且还有推出官方 App， 方便大家随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轻松加入体验妈祖的魅力。而行踪不定的白沙屯妈祖，庙方有提供 GPS 定位，让大家随时都可以掌握妈祖的最新动态。此外呢，两者都有非常丰富的影像记录、周边商品。大甲妈呢，甚至还规划了路跑、烟火、街舞大赛等等的活动。那有了这些活动跟服务媒体跟广告呢也就更方便宣传，像是世界3大宗教盛事、台湾人一生要走一次、全民追女神等等的口号，这几年呢就成功的吸引了很多人关注，参与妈祖进香。有趣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不一定都是受到信仰或是妈祖的神迹驱使，有些人就表示自己平常生活压力大，跟着妈祖绕境出来玩就感觉很舒压，而且在进香的过程呢，大家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就算原本不认识也很容易建立关系，成为彼此的支柱。那对于信徒来说，不管他的目的是为了许愿还是还愿，对于体力耐力考验都很大的进香苦行，都可以让人感觉非常的踏实，而这也是2大徒步进香文化的关键魅力。那当然，事情也不会只有好的一面每年的妈祖绕境也是引发过不少的争议。过去妈祖绕境期间释放烟火鞭炮常常毫无管制，整条马路铺满了鞭炮，而鞭炮和群众们呢所制造出来的噪音跟垃圾，或是交通混乱，都引起了不少的民怨。有的时候民众可能会跟绕境的人吵架，也有的时候是呢参与活动的民众之间因为某些原因发生冲突，严重的话甚至会演变成斗殴事件。另外，最近几年信仰观光化的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有人认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广妈祖文化的时候都是利益本位，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观光越好，但这个过程当中却没有足够的宣导，非常的可惜。比如我们一开始说到，传统社会当中进香是地方乡里的大事，所以有些当地的居民呢会精心准备饭菜慰劳辛苦的进香团，但有些观光客呢他可能没有参加，以为现场就是嘉年华，还跑去抢食物。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就会让很多的信徒感到失望，甚至是气愤。大家之所以奉献，是看在妈祖的面子上，但如果呢不守规矩不尊重文化的观光客越来越多，甚至还排挤到信徒的权益，那愿意奉献的人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季系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研究各式各样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看到越来越夯的绕境风潮呢，我们最大的感觉是在这个讲究科学理性的时代，人们好像还是有很强的信仰需求。毕竟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靠着现代科学或医学来解决的，但神可以给人希望，甚至好像真的能够看见问题。比如这几年呢，白沙屯妈祖大教呢就常常主动钻入市场学校、乡镇公所、医院等等，对于信徒来说，他就是在巡视民间跟大家互动。那就算大家不完全为了信仰而来，看到路上每一双合十的手，多少都被这样子的场景给感动，留下属于自己跟妈祖的故事或记忆。另外，我们这次研究过程当中也发现，从康熙、日本时代戒严前一路下来，妈祖信仰跟社会政治之间都有非常高度的关联性。看到妈祖庙会把握时机，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地位，除了觉得有趣以外呢，我们也再一次深深的体会到，只要有人就有政治，就有权力关系的道理。某种程度上面来说，这些热闹的进香活动背后，可能也是一个妈祖庙们在互相的较劲，确立各自威望的竞赛过程吧。那最后也来问大家，对于越来越旺的妈祖风潮，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传统文化有新的面貌，很开心有机会呢也想要参加。比大致上觉得是好事但不喜欢越来越商业化，觉得好像渐渐的失去信仰。自己还是觉得这些都迷信而且又扰民，所以不乐见。滴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3月疯妈祖。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抢头香以及青山宫绕境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